20分钟听完一本书。今天我们听《论语》。说到《论语》，不管你有没有认真读过，脑子里一定有几句话：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三人行，必有我师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大多数人对这本书的印象，就是一本古代金句大全。孔子每天讲道理，弟子们恭恭敬敬地记下来。你在网上随便搜一下《论语》，排在前面的永远是那句话：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。感觉翻完这半本书，孩子就能上清北；翻完另一半，连宰相都当得了。我每次看到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这几个字，都想把它撕了。不是因为《论语》没价值，是因为这句话把这本书里最狠的一句话给压在下面，再也没人看见。这根本不是什么金句大全，是一部2500年前写成的职业伦理手册。他最狠的那句话，在《论语》的述而篇第1句“述而不作”，这4个字被误读了整整2500年。99%的人以为这是孔子在谦虚，说自己只整理不创作。但你只要多翻2章，就会发现，孔子不是在谦虚，他是在把原创这件事从神坛上整个拉下来，然后告诉你为什么这是对的。大家都知道，孔子一辈子没写过一本书，《论语》这本书是他死后，弟子们把记得的对话整理出来的课堂语录，每一句话都是现场说的，没有经过润色。这很重要，因为这意味着你在读的每一句话都是孔子当时对着真实的人、真实的处境说出来的，不是书房里构思好的。然后你再看孔子本人的职业生涯，很多人以为孔子是那种在学校里教书的老好人，不是，他前半辈子是一个职业生涯相当失败的中年人。30多岁开始从政，50多岁在鲁国当了个司寇，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司法部长，干了没几年被排挤走了。55岁那年，他带着一群学生离开鲁国，开始了他一辈子最有名的那件事——周游列国。听起来很浪漫，实际上是一路吃闭门羹，被围困差点饿死。他们去过魏国被驱逐，去过宋国差点被人砍了，在陈蔡之间被围困，7天断粮，弟子们都饿倒了，孔子还在里头弹琴讲学。整整14年，没有一个国君真正采纳过他的主张。68岁才灰溜溜回到鲁国，专心教书，5年后病死。所以咱们今天要拆的这本《论语》，不是一个春风得意的圣人留下的格言集，是一个在职业路上摔了整整40年的人对他这行当的反思。述而这一篇，就是他最直接讲我是怎么做这行的那一章。咱们先把原文摊开看。述而篇第1节，孔子说：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窃比于我老彭。大多数中学老师是这么解的，孔子说我只传述古人的东西，不自己创作。我相信古代的文化，私下里把自己比作商朝的老彭先生，解得没错。但解完就说，你看孔子多谦虚啊。不对，这个解读完全错了。你想想，一个50多岁在政治上摔得鼻青脸肿，被各国国君一个个拒掉的老头，他有什么必要在创作这件事上谦虚？谦虚给谁看？他不是在谦虚，他在给自己下定义。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那条传承链上的位置，他是在前人和后人之间做传导的那一环。这不是谦虚，是原认知，清楚地知道自己知道什么，不知道什么，能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，知道自己在哪里。这件事比你想的难得多。你换个现代场景，你今天是个产品经理，你做的东西在市场上跑了3年，有人问你，你这东西有什么独到创新？2种回答。 A 说，我重新定义了这个赛道，颠覆了既有逻辑。 B 说，我把用户真正反复遇到的那几个问题认认真真解决了，解决的比别人彻底，没有创造新问题，只是把老问题解决得更干净。这2个人谁更专业？肯定 B 更专业，因为 A 在营销， B 在做事，
但 B 很难说出口，因为它听起来没有原创性。这个焦虑背后是过度自信的反面。很多人高估了我懂的起点，结果对原创的期待也一起高估了。他们以为自己已经看清楚这件事了，所以是时候创造了。但他们没意识到，他们只是看见了这件事的表面，还没看见底下的结构。你认识那种 B 型答案的人吗？他们在会议室里往往比较安静，但一旦开口，所有人都停下来听。他们不用标榜自己有独到见解，因为他们说出来的东西本身就是独到的，那是真正把一件事拆过、研究过之后才能说出来的东西。孔子的述而不作是一句反过度自信的自我定标。我知道我的位置，我不造轮子，我拆轮子，我把轮子讲清楚。这不是谦虚，是知道自己在地图上的哪个格子，知道自己还差多少步才有资格往下一格走。如果你觉得述而不作已经够狠了，那是你还没读到第28节。原文：盖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无是也。多闻则其善者而从之，多见而识之，知之次也。翻成大白话，世上有那种自己根本不懂，却偏要瞎创造的人，我绝对不做这种人。多听，挑好的接受；多看，记下来，这才是知识的次一等功夫。注意最后那4个字：知之次也，次一等。在孔子眼里，多闻多见，这整个积累过程都只是次一等的功夫。真正一等的功夫是什么？他没说，因为你连次一等都还没走完，讨论一等太早了。你回头看述而篇28节的前半句：盖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无是也。孔子针对的那类人，你今天一眼就能认出来。你打开任何一个内容平台，每天有大量人在分享认知、输出观点、颠覆行业。一个工作3年的人告诉你什么是管理方法，一个入行6个月的人告诉你什么是行业真相，25岁的人告诉你什么是人生哲学。他们的内容都原创，但他们有没有走过多闻则其善者，多见而识之这2步？大概率没有。他们跳过了积累，直接从我觉得进入了我原创。他们在积累信息的时候，只捡支持我已经想好的结论的那些信息，认为自己研究过了，然后开始创造。但他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，这是原认知的缺位。你需要先知道这个领域的地图是什么形状，才能知道你在地图上的位置，才能知道你还没去过哪些地方。孔子了解地图，所以他清楚自己在哪里。那些不知道而作之者，连地图是什么形状都不知道，就开始告诉别人往哪儿走。我们很容易在这里陷入一种自我安慰，觉得自己已经懂得差不多了。但孔子说的多闻多见，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，不是一个够了的状态。越懂越知道自己不懂的还有多少。这恰恰是那些真正深入一个领域的人，说起话来反而格外谨慎的原因。到这里，你可以暂停一下，想想，你现在做的事情里有没有这么一个领域，你已经开始输出了，但你还没走完孔子说的那个次一等的过程。聊完创作，咱们聊学习。在第2节，孔子说：默而志之，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，何有于我哉？重点看前4个字：默而志之。这里识读志就是记住、内化，所以翻成今天的话就是默默地把它真正装进脑子里。孔子讲的这个学习观，跟我们今天推崇的那套是正面冲突的。你去搜高效学习，现在最流行的是什么？边读边输出，每读完1章立刻发朋友圈感悟，费曼学习法，把学到的立刻讲给别人听。这套话术听起来积极主动，但他做了一件事，把学习的输出峰值提前了。真正的内化需要一段混乱期。你读了一个新概念，大脑要把它和已有的知识打通、重组、找矛盾、解矛盾。这个过程很难受，你讲不出来，也没什么感悟可以发。这段混乱期是认知负荷最高的时候，
也是学习真正发生的时刻。而立刻输出的问题在哪里？你在认知负荷最高的时候，把脑子里的资源调去处理如何表达，这抢走了你本该处理吸收消化的算力。你感觉自己在学，因为你在产出内容，但你脑子里真正重组了多少是另一回事。打个比方，你在餐厅吃到一道很好的菜，但厨师要求你必须边吃边用手机录视频讲解这道菜的味道，你还能吃进去吗？那种味道还能真正留在你的感受里吗？学习也一样，你在内化一个知识的时候，如果同步要求自己产出，那段正在发生的内化就会被中断。还有一个效应在推波助澜，风中定律。人记忆一段学习经历，主要靠输出那一刻的峰值感，不是靠慢慢内化的过程。每次发出去一段感悟，你感觉很好，这个很好被记住了，强化了你继续这么做的动力。但这个循环和真正理解一件事的循环是两个不同的系统，一个在制造峰值感，一个在积累真正的理解。孔子说的那个默，不是叫你不说话，是叫你先把那段混乱期撑过去，先让认知负荷完成它的工作，再说什么时候用什么样子讲出来。先默，再识，再诲人不倦。这个顺序很多人倒过来了。现在咱们把述而不作放到2026年的语境里看，2022年之后 AI 改变了原创这个词的含义。一个大学生可以让 AI 帮他生成一篇颠覆行业的独到见解，一个做内容的人可以让 AI 帮他重新定义一个概念，一个老板可以让 AI 1小时写出他独到的管理哲学。原创在2026年已经可以批量生产了。但你注意一个现象，越是这个时代我是原创的，这句话反而喊得越响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所有人都知道 AI 能批量生产原创的时候，真正的原创变成了稀缺品，大家就拼命宣称自己是那个稀缺品。这根本不是 AI 时代创造了一个新问题，是他把孔子2500年前说的那句话“盖有不知而作之者”的规模放大了1000倍。那么，什么是 AI 暂时给不了的？ AI 能生产1阶内容、观点、结论、框架，但它缺乏2阶信息。这个结论在历史上被哪些人提出过？哪些被推翻了？哪些矛盾至今没有解决？这条路到底走了多远？举个例子，你让 AI 解释述而不作，它能给你一个流畅的解释，告诉你这是孔子的学术谦逊，但他不知道这个解释在宋代怎么被朱熹修正过，也不知道明末的儒者怎么用它对抗当时的空谈学风，更不知道这个问题和今天知识生产方式的关系。这些是只有真正述过的人脑子里才有的东西。而一个真正述过这个领域的人，听到一个原创观点，3秒就能判断它是新的还是既有误解的变体。这种判断力不是 AI 能批量生产的。斯多葛哲学里有一个概念叫控制2分法，把注意力放在你能控制的事情上，放手你控制不了的。你控制不了 AI 替不替代你的原创外壳，你能控制的是你有没有真正走完孔子说的那条路，多闻则其善者，多见而识之。走完这条路的人，在 AI 时代反而是信息不对称的获益方。他懂的东西 AI 产出的内容帮他放大了，而他自己的判断力是 AI 无法复制的底层。那些跳过述直奔做的人， AI 进场之后反而暴露了，因为他们的原创 AI 也能生产，而且更快。讲到这儿，咱们得聊一件更大的事。孔子能做到述而不作，靠的不是谦虚，不是自制力，靠的是一件事，他对述这件事本身一辈子不厌倦。述而篇第34节，这是整本《论语》里我个人觉得最让人发凉的一句话。若胜于人，则无其感；亦为之不厌，诲人不倦，则可谓云尔已矣。翻成大白话，要说我是圣人，仁者我哪敢当？不过就是做这件事不觉得厌烦，
教人不觉得疲倦，也就这样而已。注意说这句话的人是谁？一个68岁回到鲁国，政治生涯全线崩盘的老头，14年周游列国，没有一个国君认真用过他。他最想做的那件事，把他那套理念真正变成现实，彻底失败了。换你，40年的主业全部以失败告终，你还不厌吗？孔子还不厌。我想在这里停一下，认真说这件事，因为你们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人，他们在某个领域做了10几年，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他们要换赛道了，理由是已经腻了，想要突破自己，不想一直重复同样的事，说得理直气壮，好像厌倦，是一种成熟，好像不厌，反而是没有追求。孔子告诉你，不是这样的。这涉及到稀缺心态和丰裕心态的区别。一个人陷入稀缺心态的时候，会不断追问，我还有多少价值可以给出？我做的这件事还值钱吗？我是不是已经把这个领域做尽了？这种追问是焦虑的来源，也是现代人在职业里感到疲倦的核心机制。不是因为事情本身无聊了，是因为他在用稀缺心态看它。你身边35岁左右说我对这行已经没激情了的人，有多少是真的没激情？有多少是被稀缺心态逼的？他们觉得自己在这行已经没有新东西可以创造了，所以跑路。但孔子告诉你一件事，你还没有把这行的东西真正述完。述这件事，没有完这个终点。你述得越深，越发现前面还有没述完的地方。还有一件事，路径依赖。现代人在某个领域待久了，会产生一种隐形的焦虑，感觉自己必须不断创新、突破，否则就是在重复自己。这个焦虑的背后是一个身份定义，我是个创造者，创造者不能重复。一旦你被这个身份锁死，述就会让你感到羞耻，感觉是在后退。孔子从来没有定义自己是创造者，所以述了一辈子，不觉得这是倒退，没有路径依赖把他绊住。他就在这条路上走，越走越不厌。但最让人发凉的是，孔子在世的时候彻底失败了。他的弟子四散，他的理念没有被任何国家真正采用。他在失意中去世，他的价值在他死后几百年才慢慢被承认，到汉代才被正式确立，到宋代才被供上最高处。这是滞后效应的极端样本。他述的回报在他有生之年1分都没有看到，但他还是不厌。这就是述而不作的终极形态。不是一句开场白，不是一种谦虚姿态，是一个人在完全看不见回报的时候，还能把这件事讲清楚，当成足够的理由继续下去。你说他2500年后还在被人读，还在被人讨论，是因为他的观点比后来所有人都高明吗？不是，是因为他把做这件事本身做透了。一个把事做透的人，过了2500年，还有人愿意听他讲话。孔子用40年的失败才换回这4个字，为之不厌。咱们合上这本课堂语录，再想想那句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。现在你知道了，那半部书里真正值钱的不是哪几句金句，是述而第一句那4个字背后的整条路。先老老实实的述，述到真正懂了，述到一辈子不厌倦。再说能不能做，在一个人人都在抢着宣告我原创了什么的时代，能老实说我只是把已经存在的东西讲清楚了的人，才是最稀缺的那个。我们下本书见。